82-1式手榴弹是没有延时的，只要拉出。大家好，我是游刃有余的南哥。前阵子简单发了2个视频，收获了一些军事爱好者的喜爱，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3连，并且有一些朋友发私信问我，两山轮战期间侦察兵的装备应该如何选择，怎样搭配。今天南哥就从一组老照片和各位讲一下，相信这组照片有很多玩家都见过。这组照片可以说是能够很好的让各位了解一下两山轮战期间侦察兵配发的装备是怎么样的。南哥将会把这组照片中的出现的装备分为4个部分进行介绍，分别是枪械、爆炸物、补服、通讯及侦察。声明：视频中出现的武器均为 3D 打印制作的塑料模型，不可改装，无非法零部件、散件，不可逆向进行金属化的制作。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黑星5.4式手枪。这款手枪我想不用过多介绍了。5.4式手枪为苏联 TT30、TT33 的仿制版，可以说当时的每个军人都会熟练的使用，以至于很多早期香港电影中的大圈帮都对大黑星青睐有加。黑心7发子弹，是不是？当然不是啦。大黑星本名1954年式手枪，弹容量为8发，空枪重量 0.85 公斤，带弹重量 0.94 公斤，全枪长196毫米，使用51式手枪弹，枪口初速420到440米每秒。5.4式手枪具有悠久的装备历史和极大的装备量，也使得我们能够很容易的买到这款手枪的相关训练教具和配套装具，可以说是出造型的万金油装备，关键是价格非常平易近人。67式微声手枪，全称1967年式 7.62 毫米微声手枪，其前身是64式微声手枪。本手枪是供侦察人员使用的一种特殊武器，可以杀伤30米内的有声目标，设有特殊的弹口装置，具有良好的消声、消光、消烟性能，能以非自动或半自动的方式射击，武器体积小，重量轻，便于随身携带。67式微声手枪，弹容量9发，空枪重量 1.05 公斤，带弹重量 1.12 公斤，全枪长 226.2 毫米，使用67式微声枪弹，枪口噪声低于80分贝，初速230到250米每秒，必要时可替用64式手枪弹，但会降低3威效果。曾有老兵回忆，67式微声手枪的杀伤力不足，有敌人被命中数发后仍然逃走了。而实测结果出来是，67式微声手枪的贯穿能力仅比5.4手枪略逊一筹。67式微声手枪配置至少有2种枪套，一种为全包的便套，一种为开放式的快套，且配有双联弹匣包。67式微声手枪的弹匣包外形尺寸与59式手枪弹匣包比较接近，但细节上略有区别。其中快套在轮战期间出镜率相当高。因为67式微声手枪的设计初衷就是提供给侦察人员使用的特殊武器，其配套的装具也是不多。时间再往回几年，购买一个67式微声手枪的快套可能都要花200多呢。你们猜猜这个大冤种是谁？64式微声冲锋枪与67式微声手枪一样，均为60年代中后期定型生产的微声枪械，二者在生产出来后均有过援助其他国家的记录。64式微声冲锋枪是提供给侦察兵、伞兵及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作为袭击、掩护用的战斗武器，可杀伤200米以内的有声目标。64式微声冲锋枪容弹量20发或30发，空枪重量 3.2 公斤，带20发满弹匣，重量为 3.65 公斤，全枪长630毫米，枪托展开后850毫米，使用64式微声冲锋枪弹，理论射速1000发每分钟。枪口噪声84分贝，枪口初速290米到305米每秒，必要时可使用51式手枪弹，但会降低3威效果。轮战期间也不乏拆卸掉64式微声冲锋枪消音器作为普通冲锋枪使用的例子。和67式微声手枪有着相同的情况，64式微声冲锋枪因为装备量相对较少，其装具在市面上流通也不多。不过在使用30发弹匣的时候，可以采用56式冲锋枪的装具以及81式自动步枪的装具。79式冲锋枪也是老熟人了，简单介绍一下，口径为 7.62 毫米，弹匣容量20发，空枪重量 1.9 公斤，弹20发满弹全重 2.1 公斤，全枪长470毫米，枪托展开后740毫米，使用51式手枪弹，
枪口初速515米每秒，理论射速1000发每分钟。1967年式步兵手榴弹，弹径48毫米，全弹重570到640克，全弹长204.5毫米，装药类型为 TNT， 装药量38克，杀伤破片不小于70片，有效杀伤半径不小于7米，延时2.8到4秒。这款手榴弹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出镜非常多，造型非常经典，产量巨大，应用广泛。正因为如此，67式手榴弹的训练器材以及装具获取相当容易，价格十分公道，几乎是轮战造型必备的道具。77-1式手榴弹，弹径48毫米，全弹重355到385克，全弹长171到173毫米，装药类型 TNT， 装药量70克，大于 0.4 克以上的杀伤破片不少于270个，有效杀伤半径不小于7米，延时2.8秒到4秒。77-1式手榴弹于1977年设计定型，1980年生产定型，其装备时间与67式、82式系列手榴弹有重叠。鉴于这种尴尬的局面，77-1式的训练教具属实不多，这成为了我们还原轮战期间造型的一个小小遗憾。南哥，我也是通过 3D 打印加喷漆的方式，简单制作了一个手榴弹的道具，来稍微弥补一下这个遗憾。82-1式手榴弹，大名鼎鼎的光荣弹，可谓是轮战造型不可或缺的一个道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很多人相信82-1式手榴弹是没有延时的，只要拉出即使是到了2026年，还有朋友觉得这款手榴弹是无延时的瞬爆手榴弹，认为在该组照片中，因为82-1是没有延时的，所以身上不可能带那么多，里面装的应该是82-2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张图看出来，装具里面装的其实就是82-1式，也从侧面说明82-1式就是一款常规的延时手榴弹。光荣弹本名1982年-1式手榴弹，设计定型于1982年，是近距离上用于面杀伤的攻防两用手头武器，其弹径为48毫米，全弹重量不大于260克，全弹长不大于100毫米，装药类型 TNT， 装药量75克，质量大于 0.3 克的破片不少于280个，有效杀伤半径不大于6米，临界安全距离不大于30米，延时3到4秒。1973年式小型钢珠手榴弹，该手榴弹于1973年设计定型，曾经援助过越南和阿富汗等国，其尺寸小巧，弹径42毫米，全弹长88毫米，全弹重190克，装药为40克黑索金，破片为580颗直径3毫米的钢珠，有效杀伤半径不小于8米，临界安全距离不大于30米。73式手榴弹触发方式特别，使用机械着发引信，落地就炸。但因为当年的生产工艺落后以及设计上的不成熟，该弹的哑弹率偏高，达到了 2% 到 3%， 而且哑弹除了就地引爆销毁方式之外，没有其他的排爆方式，使用率偏低，属于冷门武器。79式手持反坦克火箭，这是一款更为冷门的武器，同样也是70年代作为援外武器进行过出口的产品，口径为70毫米，运输状态全长429毫米，武器总质量 1.7 公斤，火箭弹质量 1.16 公斤，初速54米每秒，直射距离60米，后期改进型增加到100米，最大射程300米，对65度斜置装甲的破甲厚度达到了100毫米，其弹种包含了破甲弹以及破甲杀伤弹。79式手持反坦克火箭赋予了侦察兵更灵活的作战能力，同时破甲杀伤型火箭拥有700个有效杀伤单元，灵活地提高了单兵的面杀伤和反装甲能力。接下来我们看看低致命的捕俘装备。捕俘当年也叫抓舌头，能开口说话的俘虏才有价值，所以作为低致命武器的电棍当然是不二之选。根据资料照片，当年使用的电棍有出现过723以及725系列，其中清晰的照片展示中是725-2型电棍。725-2型电棍为非充电型，直接使用电池进行供电，特征是尾盖处仅有一个挂绳穿孔。而后期的725-3型长度比725-2型更长一些，尾部多了一个圆柱形的充电口，且有防水胶塞，二者的皮套在形状上是有所区别的。目前出镜的以725-2的照片居多，个人推测是因为725-3的充电模块会导致故障率升高，
且多出了充电口，防水性能并不能满足作战环境可能遇到的涉水和高湿度丛林环境。黄铜手铐在轮战期间的老照片中出镜挺多。据老收藏家说，这款手铐为50年代初期的产品，并且配有专用的皮套。而在轮战期间，侦察兵喜欢将其扣在子弹带的木扣带子上，方便拿取，同时也可以减少腰间的负重。如果观众朋友们知道这款手铐的更多历史，请在评论区中告诉我。说到通讯，老玩家都知道，轮战期间侦察兵的标志装备就是7013袖珍联络器，也叫7013指挥机，下文简称7013电台。7013电台由国营8301厂生产，定型于80年代，功率为 0.1 到 0.5 瓦，通讯距离开阔地形内约 1.5 到2公里，稳定通讯距离为500到1000米。7013电台及其配件现在收集起来挺有难度的，加上年代久远，很多全新库存也有老化损坏的风险，能找到全套进行收藏属实难得。作为侦察兵，侦察装备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侦察装备有6.2式望远镜，还有夜间侦察不可或缺的微光夜视仪。83式手持微光夜视仪应该是我国第一代被动式观察的手持微光设备。该款微光夜视仪整套包含了有1台照相机，更一步证实了其作为夜间情报侦察的装备属性。83式手持微光夜视仪由国营第559工厂生产，重量 2.2 公斤，倍率为 3.8 倍，采用2节 AA 电池供电，连续工作时间12小时。该款夜视仪虽说是使用1代技术，但是其性能在当时相当的强悍，在侦察装备中也能算得上是第一梯队的装备。玩侦察兵造型，有上这么一套设备也算是圆满了。如果大家对这款夜视仪有兴趣，请留言告诉我，也许我后面会专门出一期开箱视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